看，那个转职概率只有0.001%，万年垫底也来了。这跟零有什么区别？浪费名额。今年努力，就为今天，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天哪，2个稀有职业，一中今年要起飞！对比真惨，那个万年垫底，等下怕是要哭出来。2班顾晨，快滚下去！别耽误我们看真正的天才！怎么可能？一是没错，真的是无职。史上第一个无职的废物，滚下来！一中的耻辱！失败了。不，这股在我身体里奔涌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李飞，你好厉害呀！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以后跟咱们就是2个世界的人。啊！天象异变，这不可能！这是95至尊95至尊，那是什么隐藏职业？他不是0.001%的废物吗？这不可能！顾晨同学，快展示一下你的能力。95至尊，我的人皇系统终于激活了。召唤！嘿！呀！他竟然召唤千古武将！末将吕布奉诏而来，听候主公差遣。顾同学，这是我的部将吕布。我的洞察术被反噬了！一个1级召唤物，怎么可能有如此恐怖的精神力？随着顾晨心念一动，只有他能看见的属性面板悄然展开。刚转职的剑术大师，全属性不过50点，吕布1级，4维属性全面破600，绝对的碾压！收！我刚刚差点尿裤子，这是真正的隐藏职业，顾晨才是我们一中唯一的真神。好，太好了，顾晨同学啊，你不只是一中的骄傲，你是我们全市的希望。转职仪式圆满结束10天后，学校将开启抵抗魔族的选拔考试，希望各位考生全力以赴。抵抗魔族选拔考试，吕布，这只是我们的开始。召唤物再厉害也是外力，抵抗魔族靠的是综合实力。所以呢，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职业者。真正的职业者，那就用实力来说话吧。有这个词。哟，这不是一中骄傲吗？怎么一个人站着？你的部将呢？哼，隐藏职业又怎样？抵抗魔族看的可是真本事。哼，希望你别在第1轮就被淘汰。95至尊没有历史数据参考，太过依赖召唤物的职业上限很低。刚走近，顾晨就陷入巨蟹包围。他尝试使用黄威技能，一股无形的威压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他在搞什么？一点用都没有。不堪一击。果然黄威的效果来自灵魂的绝对压制，要等级越高，效果才越强。放肆！末将来迟。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何为无双。嘿呀！哎！我去，1击秒杀！太强大了，太残暴了！干得不错。历经残酷的筛选，只有10余名精英考生抵达最终试炼场。在他们面前，10项鬼王展开遮天蔽日的双翼，
这正是本次选拔的最终考验。能站在这里的，都是未来对抗魔族的中坚力量。只要通过这关，我们就能真正踏上战场。圣剑斩！冰封领域。不可能，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对抗的。撤退，快撤退！这是毁灭级的怪物！救命！我们不想死在这里了！不自量力，你要送死吗？我们等级太低，不是他的对手。顾城你更是，就算能召唤武将，现在也无法抵挡。胆小鬼们，能不能别挡道啊？皇威贵夫，金光竟然在空中交织成了巨大的龙影。飞将何在？末将在。悍将何在？末将霍去病奉诏讨逆。大汉龙旗，随我破敌！金光散去，顾城负手而立，身后双将护卫。啊！双生召唤，这不可能！居然能同时召唤多位千古武将，原来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九五至尊，这是要改写历史的力量！立刻上报！这只是一个开始。原来95至尊是可以进阶的，2阶的火将军果然强大得多。终于找到你了，95至尊。你是何人？机缘未到，时机一到，你自会知晓。等等，你倒是说清楚啊！哎呀，顾晨啊，你不仅打破了一中的历史记录，更是创造了整个南山市的奇迹。距离魔族到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保卫华夏，以后就看你的了。听说你们出了一个100年难得一见的奇才，我们龙家已经等候95至尊整整300年了。我叫龙灵月，龙家这一代的守护者，终于等到你了，顾晨。相比什么鸟大学，我还是更喜欢这个美女姐姐。这令牌果然在你身上。300年来，我们一直在找令牌的守护者。哦，这令牌有什么玄机吗？当然，只有能够对抗魔界的救世主，才能够支配令牌中所蕴含的力量。3天之后，深渊裂缝将会开启，到时候就需要你以95至尊的身份拯救这个世界了。拯救世界？别闹了，觉醒什么鬼职业也用不着玩命吧？算了吧，我只想简简单单的活着，我怕压力大，我扛不住。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裂缝会传送各种怪物来到这个世界，到时候你和我们一起来抵抗，顺便让我见识一下你95至尊的神力。那我有什么好处？作为救世主，当然值得拥有这个世界的一切。想想也不错，说不定真能混得风生水起。时候到了，看你的了，弟弟。吕布，霍去病。保护市民，并州铁骑，龙骑军。这是魔神级怪物。顾晨，必须请出那位了，只有西楚霸王才能与之一战。啊，一个月几百块，你要我玩什么命啊？跟着我做。力能扛鼎，气压万夫。西楚霸王项羽，项羽降临。乱世之中，何人唤我？我的力量竟然可以召唤西楚霸王！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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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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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痛快！这才配得上与我一战。顾晨，我们意念合一。还有新技能？霸王破阵！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能感觉到深渊领主即将苏醒，到那时恐怕……没想到我这么牛逼，放心，有我在，怪物来多少也是洒洒水啦。果然没让我失望，不过95至尊很快就是我的了。龙家守护了300年的力量，终归要归我所有。这里就是龙家世代守护的圣地，看，那9尊神像分别对应着9位华夏神将。只有95至尊，才能唤醒他们沉睡的力量。凌月，你竟敢带外人进入圣地！就这小子，真的是95至尊？他可以召唤神将，我亲眼所见。龙家守护的是华夏正统，不是召唤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冒充神将的。95至尊，九将共鸣，若是不能引发擅闯禁地，后果你是知道的。你们要是不信，自己去当救世主啊！正好我还不愿意干呢。不得无礼！怎么总有人不肯相信呢？那就好好见识一下。这是九将共鸣，300年来从未有人。那么，他就是我们要等的人。是你杀了我弟弟完了，没想到这怪物来得这么快。顾晨，正好向长老们展现你的实力。华夏阴魂，随我出魔！蜀将何在？关某在此，谁敢伤我主公？这就是人间武圣就算武圣降临，也救不了你们。天空间被撕裂成2半，不对！主公小心，此辽的实力远超预料。怎么会？连武圣都无法抵抗，区凡人也配与神抗衡，让你们见识真正的毁灭之力，只能奋力一搏了。吕布、霍去病、项羽，随关将军一同出战。呵，末将领命。可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绝对的实力差距。顾晨，要快！他在吸收这个世界的生机。主公，我无颜见江东父老。龙骑军全军覆没了，得想办法破局啊！主公快走，末将誓死断后。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还有一个办法，用我龙家血脉唤醒我族始祖，那位横扫八荒、一统天下的真龙强者。那还不快点！只是强行破戒会有生命危险。还怕个屁呀！不破戒，现在就要挂了。徒劳！此界将归于虚无。不，还没有结束。时空凝滞，地威自显。是了，史书记载，始皇陛下巡游，万灵必异，时空为之让路。如今他真的要被唤醒了。是速龙，是速龙的气息。夏若琳，管他什么神魔，皆要俯首称臣。难道是那个以凡人之躯却让诸神不敢东望的人间帝王？他不是早已……始皇嬴政，千古一帝再临人间，以人皇之威行救世之举。
金色光柱贯通天地，嬴政的身影彻底凝实，12流玉珠轻晃，其目光所及之处，时空仿佛陷入凝滞，万物沉浮。这是时空法则的力量！散。言出法随，地位如玉，史书所载分毫不差。不可能，此界怎会有这等存在？朕允你走了吗？不。恭迎祖龙，陛下神位由我华夏。汝之血脉已然苏醒，然此界暗流汹涌，汝之敌远非界选之计，域外窥伺，界壁见薄，汝需尽快聚集9点，真正执掌人皇权柄，届时方有守护此界之能。聚齐9点，域外之敌，不管敌人是谁，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会走下去。人皇阁下，龙家上下愿听调遣，祝您早日凝聚9将，应对未来大劫。先安顿好伤员，修复此地，具体事宜等他醒来再说。祖龙降临，强敌伏诛，但嬴政留下的警示却为顾臣指明了更艰难的道路。人皇的使命才刚刚开始。深渊领主被灭的消息如同风暴般席卷全球，带来的不仅是劫后余生的欢呼，还有各方势力的瞩目。次日，一艘极具科技感、印有帝国最高议会徽记的庞大飞艇便悬浮于城市上空。顾城先生，鉴于你在抵御深渊入侵中的卓越贡献，特此授予你帝国英雄称号，并提供最高等级的资源扶持，但这需要你前往帝都，毫无保留地配合我们的研究。议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尤其是激进派，他们一直致力于掌控并复制所谓的神明之力，此去恐成笼中鸟。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汝之力非彼可觊觎。感谢议会厚爱，只是在下力量初显，尚需稳固，且同伴伤势未愈，此时远行尚有不妥，加入之事容后再议。顾城先生，议会给予的机会从不等人，希望你不会后悔今日的决定。你拒绝了他，等于打了激进派的脸，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知道，但若去了，生死便不由自己了。嬴政陛下说的对，怀璧其罪，与其寄人篱下，不如自己强大起来。龙家会全力支持你。秘境中的9将雕像，或许是你快速提升的关键。明日我们就再入秘境，我倒要看看，聚齐9将之后，这95至尊究竟有何等威力。夜色渐深，几道如同鬼魅般的身影借助黑暗的掩护，悄然潜入酒店高层。他们行动无声，气息阴冷而强大，显然训练有素。目标确认清楚，清楚行动，开始。来了，而且人不少，实力不弱。是议会的手段，还是其他势力？不管是谁，既然敢来，就要做好留下的准备。深夜的酒店套房内，杀机骤轮，数名身着最新型光学隐形鳞甲的刺客撕破伪装，从各个刁钻角度发起致命突袭。小心，是议会暗杀部队！就在能量刃即将触及身体的瞬间，顾真体内沉睡的人皇之力终于完全苏醒，展现出超越常理的威能。王威震，一股无形的力场以他为中心轰然扩散，将整个套房笼罩在独特的领域之中，所有闯入者的动作瞬间变得无比迟缓。这怎么可能？情报说他只是个召唤师。为首的刺客头目惊骇地发现，自己 S 级的实力在这股威压下，竟如同婴儿般无力。就这点本事，也敢来试探？顾晨并指如剑，一道凝练到极致的金色剑气在指尖汇聚，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威压。剑气于是未减，将刺客头目整个人带飞，牢牢定在身后的承重墙上。留你一条命，回去给议会带个话。幸存的刺客们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完全失去了战意。
再伸爪子，我不介意亲自去议会帮他们修剪一下。幸存的刺客如蒙大赦，仓皇逃离现场，连头目都顾不上救援。你没事吧？刚才那是……龙灵月震惊地看着顾晨，感受到他体内涌动着的全新力量层次。原来这就是人皇之力的真正面貌。这一战虽然短暂，却标志着顾晨开始真正掌握属于自己的力量。议会这么快就派出暗杀部队，看来他们是真的着急了。龙灵月意识到，顾晨的成长速度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包括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敌人。明日起，我们要加快修炼进度。既然他们这么着急，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一夜，人皇之威首次以顾晨自身的力量震撼了所有暗中窥视者，也预示着新时代的序幕正在拉开。好，龙家会全力助你。为日益应对始皇所说的域外威胁，帝国议会牵头举办全星竞技大会，名义上切磋交流，实则试探各方年轻一代的实力深浅。这次大会不简单，议会想借机摸清各方底细，也包括你。当顾晨在龙灵月陪同下入场时，全场顿时掀起一阵骚动，无数目光聚焦在这位新晋人皇身上。快看，那就是召唤千古名将的顾晨！竞技场各处几位备受瞩目的天骄同时将目光投向顾晨，神色各异。不过是个依靠召唤物的幸运儿。昆仑西方向，一位背负古剑的青山少年嗤笑一声，指尖剑气流转。哼，容我那些名将护持，他连站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东方的召唤术嘛，倒是要见识见识。预选赛很快开始，李飞与戴白为团队荣誉奋力搏杀，在积分榜上稳步上升。承让了，冰封结界开。戴白施展冰系法术，将整个擂台化作冰雪世界。而顾晨始终静坐休息区，对周遭的喧嚣充耳不闻，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他怎么还不出手？该不会是怕了吧？一些按捺不住的选手主动发起挑衅，却都被顾晨以巧妙的身法轻松化解。这怎么可能？随着比赛进行，真正的强者开始展露锋芒，竞技场内的气氛越发凝重。高台之上，几位议会代表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暗中记录着每个选手的表现。此子深不可测，需要重点观察。夕阳西下，预选赛告一段落，真正的强者对决即将开始。明天该活动活动筋骨了。好戏才刚刚开始。全星竞技大会进入高潮，团队乱战赛在独立空间中展开。这片模拟的远古战场弥漫着苍凉肃杀之气。小心，慕容雪和李逍遥结盟了，他们朝着我们来了。顾晨小队很快陷入慕容雪与李逍遥的联手围攻，冰霜剑气与道家法术交织成绝杀之网。这两人联手太强了！就在战局危急之际，战场核心区域突然震动，一股霸道绝伦的战意冲天而起。这是什么？空间要崩塌了吗？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一道模糊却威严的虚影在战意中缓缓凝聚。小子，借本王3劫不死，这旗子归你！全场哗然，所有人都认出这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却不想竟会在此现身。霸王战魂岂是凡人能打？顾晨完了！在所有人认为顾晨必会拒绝时，他却朗声大笑，踏步而出。有何不可？顾晨体内气血轰鸣，人皇之力首次全力运转，在体表形成凝实的金色战甲。第一击让顾晨双臂发麻，第二击震得他五脏移位，第三击更是让他口溢鲜血。顾晨，霸王战魂收解而立，仰天长啸，声震四野。好，有胆色，这缕战意便赠予你了。战意融入的瞬间，顾晨肉身强度暴涨，周身气息变得更加厚重磅礴。他居然真的接下了霸王3级。在众人敬畏的目光中，顾晨伸手取下战神旗，霸王战魂满意的缓缓消散。这份礼物我很满意。融合霸王战役后的顾晨，只觉浑身力量澎湃欲出，目光所及之处，无人敢与之对视。这股威压，
顾晨并未理会众人，径直走向悬浮的战神旗，所过之处，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路。这是九州鼎的气息。就在握住战旗的瞬间，顾晨体内新得的战意与识海中的嬴政之力产生共鸣，一股玄奥感应直指东南。九州鼎。随着顾晨夺得大会桂冠，丰厚奖励纷至沓来，然而他最在意的却是那道神秘感应。恭喜顾先生夺冠，不知可否赏脸参加庆功宴？大会落幕之际，各方势力对顾晨的评价再度提升，然而他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立即出发，去东南方向。途中，龙灵月回想起家族古籍记载，神色越发凝重。家族古籍记载，每一尊九州鼎现世，都会引动深渊疯狂反扑。这个消息让整个团队都意识到，此行恐怕比想象中更加危险。管他什么反扑，我们陪你走这一趟。就在众人赶路之时，东南方向的某处深山之中，异变已然开始。九州鼎必须毁掉！顾晨感应到远方传来的波动，不由加快了脚步。来不及慢慢走了，我们全速前进。循着九州鼎的感应，顾晨一行人深入藏深山脉。这片古老地域空间脆弱，越靠近目标，遭遇的魔物越发强大。这里的空间裂缝越来越密集了。看来我们找对方向了，都小心些，这里的魔物不简单。果然，不久后他们便遭遇了拥有智慧的高等魔族率领的伏击。人皇，此地便是你的葬身之处，保护法师。戴白，准备冰封术。激战中，李飞为保护施法的戴白被魔物利爪所伤。李飞，挚友受伤，激发了戴白的潜力，他的兵器魔法产生异变，带上了冻结灵魂的含义。你们都该死！很好，霍去病，随我破阵。顾晨召唤霍去病，铁骑冲锋瞬间撕裂魔物阵型。大汉龙旗，随我破敌！突破重围后，众人在山谷深处的溶洞中找到了被岩浆环绕的冀州鼎。这就是九州鼎之一的冀州鼎。然而就在顾晨触碰到鼎身的瞬间，一道阴冷的精神冲击直刺他的识海。人皇，终于找到你了。什么人？吾乃深渊邪神，你的存在终将归于虚无。顾晨，你怎么了？顾晨强忍精神冲击，人皇之力与鼎身产生共鸣，暂时隔绝了邪神的精神侵蚀。是深渊邪神，他一直在等着我们。看来我们中计了。与此同时，溶洞外的魔气突然变得更加浓郁，显然邪神正在调集更多力量。主公，末将元帅铁骑为您杀出一条血路。不，既然来了，就要把这尊鼎带走。诸位，准备死战！邪神的精神冲击被嬴政一声冷哼震散，顾晨趁机全力炼化冀州鼎。这是承载山河社稷的国运之力。炼化成功的刹那，顾晨感觉自身与脚下土地产生了深刻联系。原来如此，这就是国运的力量。顾晨尝试调动国运之力为李飞疗伤，伤势竟肉眼可见的愈合。太神奇了，感觉比受伤前更加强壮。这下我们又能并肩作战了。就在众人欣喜时，溶洞突然剧烈震动，邪神被彻底激怒。窃取天地气运的蝼蚁，接受深渊的审判吧！这怪物的能量波动远超之前的深渊领主。主公，让末将率铁骑先试探他的实力。不必，正好用这怪物来试试国运之力的威力。诸位为我压阵，看我如何降服此料。小心，他的气息很不对劲。需要我制造冰墙掩护吗？不必，今日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何为人皇之威。顾晨向前踏出一步，周身黄光大盛，整个溶洞的地脉之力都在与他共鸣。死！来得正好，山河为盾。随着顾晨的喝声，前方地面突然升起一道刻着山河纹理的土墙。不可能！你才刚刚炼化了冀州鼎，让你惊讶的还在后面。顾晨再次结印，头顶岩壁开始剧烈震动，无数巨石裹挟着土黄色光芒落下。小心，他在吸收地脉中的魔气。只见缝合怪物疯狂吸收着地底渗出的魔气，体型竟又膨胀了数倍。看来
带动真格的了。吸收魔气后的缝合魔怪体型暴涨，散发出的腐臭气息令人作呕，几乎塞满了整个溶洞空间。九龙守护阵，起！龙灵月布下的防御阵法在接触魔怪的瞬间便暗淡破碎。流星剑雨，极寒风暴。李飞的剑气和戴白的兵器魔法击中魔怪，却只在他体表留下浅浅的痕迹。蝼蚁也配触怒深渊？你的废话说完了吗？顾晨将国运之力与自身人皇威压完美结合，向前踏出一步。皇威如玉，山河震魔。话音未落，整个溶洞仿佛活了过来，四周岩壁散发出厚重黄光，无形的重力场瞬间降临。他将整个空间都化为了领域。这就是国运之力的真正威力，太强了！顾晨抬手虚按，引动地脉之力，魔怪脚下的地面猛然塌陷，炽热的岩浆喷涌而上。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掌控如此力量？藏头露尾之辈，下次我必亲自斩你本体。随着魔怪被彻底净化，溶洞中的魔气也逐渐消散，只留下精纯的国运之力在空气中流转。就在众人稍作休整时，溶洞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奇异的共鸣声，似乎与冀州鼎产生了感应。这是在指引下一尊鼎的位置。新的征程即将开始，而深渊中一些更加古老的邪神也因这次的失败而更加关注这位新晋人皇。人皇九州鼎，我们很快会再见的。顾晨带着冀州鼎回归的消息很快就在帝国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场内部会议被秘密召开，他们就如何对待这位新晋人皇产生了严重分歧。人皇觉醒乃是天意，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成长。这种不受控制的力量太过危险，必须加以约束。我提议立即将顾晨控制起来，全面研究他的力量来源。在激烈的争论过后，议会决定召开听证会，要求顾晨当众说明冀州鼎和自身力量的来历。顾晨，请你如实告知，这些超越常理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原本的询问很快变成了咄咄逼人的质询，莫索斯等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你是否与深渊势力有所联系？这些力量是否来自异界？莫索斯长老，请注意你的用词，顾晨刚刚才为人类击退深渊强敌。你们就这样对待人类的功臣？面对诸多责难，顾晨平静地站起身，周身开始流转淡淡的光芒。我的力量源自华夏血脉，源自人族气运，这不是议会能够赐予，也不是议会能够剥夺的。这是山河共鸣，他确实是天命所归。你这是在向议会示威？我只是在陈述事实，人族气运从来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在顾晨的识海里，嬴政难得的表示了赞许，还算不错，有了几分人皇该有的气。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们就先告辞了。我们还要继续寻找其他的九州鼎，毕竟有些人靠不住，我们得靠自己保护人类。说完这番话，顾晨转身离开，龙灵月和李飞紧跟在后，留下满堂震惊的一员。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别怪我采取极端手段了。下一尊鼎在北方，我们明日就出发。刚才在议会里你展现的力量，那只是国运之力的冰山一角，等到集齐九州鼎，才能展现真正的力量。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些深渊势力要阻止我们了。三人的身影渐行渐远，而议会大厦顶层的窗户后，莫索斯正冷冷地注视着他们。通知深渊教会，就说我同意他们的条件。一场针对顾晨的阴谋正在暗处悄然展开。顾晨在议会上的强硬态度，虽然震慑了保守派，却也彻底激怒了激进派。莫索斯长老连夜来到议会地下的秘密实验室。长老，神殿项目已经准备就绪，启动吧。既然不能为我们所用，那就让他见识一下议会真正的力量。与此同时，在北方山脉深处，之前出现过的黑影势力正在试图强行破解九州鼎的封印。加快速度，必须在人皇到来之前取得兖州鼎。然而他们的强行破印引动了封印的反噬，整个山脉开始剧烈震动。这封印比预计的还要强大。远在千里之外的顾晨突然感到一阵心悸，
国运之力传来剧烈的波动。不好，北方出事了！你也感觉到了？立即出发，封印被触动了。顾晨一行人连夜赶往北方，终于在黎明时分抵达了事发地点。好强的能量残留，这不是深渊的气息，这也不是人类的力量，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能量波动。他们竟然懂得使用上古破禁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除了深渊和议会，还有第三股势力在觊觎九州鼎。当初在宿舍外出现的那个黑影，就是这种气息。就在众人调查之际，远处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这是什么怪物？他身上同时有着深渊和人类的气息。看来议会已经迫不及待要动手了。就在顾晨准备迎战之际，远处的山巅上几道黑影正在静静观战。让他们先打个两败俱伤，九州鼎终究会是我们的。就在顾晨追踪神秘黑影势力线索时，龙灵月怀中的家族玉符突然发出刺目的红光。这是家族最高级别的求救信号，永昼鼎出事了！立刻使用空间传送卷轴。李飞、戴白，准备战斗。当众人穿过传送门，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疮痍的龙家山庄。小姐，快救永州鼎！在秘境核心处，一群黑袍人正在围攻最后的守护结界。结界内的雍州鼎光芒暗淡。那是虚空魔方，他们竟然找到了这件禁忌之物！住手！黑袍首领感受到顾晨身上的人皇气息，缓缓转身，面具下的目光冰冷如霜。人皇，等你多时了。你们就是一直暗中窥视的黑影势力。窥视？不，我们只是在收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顾晨，姐姐撑不过1刻钟了，让我们先解决这些杂碎。我去破坏那个魔方。顾晨感应着结界内雍州鼎传来的求救讯号，体内国运之力开始沸腾。你们保护结界，我来对付他。就凭你一个刚觉醒的人皇？小姐，那是虚空侵蚀！顾晨引动体内冀州鼎的力量，一道土黄色屏障挡在身前。好诡异的力量，竟然能侵蚀国运之力。人皇之力不过如此，今日就让雍州鼎易主。面对黑袍人诡异的阵法和黑色立方体，顾晨的国运之力如泥牛入海，龙家结界危在旦夕。这样下去，结界撑不住了。让我再试一次！别冲动，这阵法有古怪。就在这危急关头，顾晨脑海中响起一个冷静沉着的声音：主公，此阵看似复杂，实为十面埋伏之变种，请将身体暂交于信，以骑兵破之。好，就交给将军了。韩信接管身体后，顾晨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鹰，整个人的气质判若两人。李飞上离位，戴白守坎位，龙姑娘请镇正位。这些位置根本不在阵法核心啊！我明白了，这是要声东击西。大家按他说的做。三人迅速就位，而顾晨则踏着玄奥步伐在战场上快速移动。他在做什么？这些步伐？突然，顾晨双指并拢，以指带枪，直指虚空中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点。现阵营攻！三道力量与人皇之力在虚空节点交汇，引发连锁反应。黑袍人的阵法核心剧烈震动。不可能！他怎么会知道阵眼所在？阵法开始崩溃了。随着一阵刺耳的碎裂声，黑袍人的阵法彻底崩溃，黑色立方体上的裂痕不断扩大。已经懂军阵大道，十面埋伏，重在虚实。你布阵太过刻意，反而露出了破绽。顾晨什么时候懂这些了？这不是顾晨，是某位兵家阴魂。黑袍首领见大势已去，急忙收回受损的虚空魔方。人皇，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你没事吧？无妨。没想到韩信将军的军阵之道如此精妙。刚才那是兵仙韩信，难怪能一眼看破阵法玄机。就在这时，顾晨体内突然传出一声威严的龙吟，这是祖龙气息。原来如此，九州鼎本就是一体的。九州同源，鼎镇山河。冀州鼎的力量通过顾晨的身体跨越空间，注入雍州鼎内。快看，雍州鼎动了！
我好像感受到了雍州鼎的呼唤。就在顾晨回应雍州鼎时，秘境上空突然出现一道空间裂缝，看来还有人做那黄雀在后的谋划。是深渊教会，他们竟然找到了秘境入口，来得正好，正好试试两鼎之威。两鼎共鸣，这是国运相连的征兆。两道光芒在空中交织，化作一条鳞甲分明的山河巨龙。这是太壮观了！震！山河巨龙应声俯冲，龙威震慑天地，整个秘境都在为之震动。不！在巨龙冲击下，裂缝中的魔物如同沙粒般瓦解消散。人皇神威！危机解除，雍州鼎自动飞至顾晨面前，散发出温顺的光芒。这就是两鼎相连的力量。雍州鼎正式认主了。两鼎气运相连，顾晨感觉自己对山川地脉的掌控力倍增。这简直是移山填海之能，太不可思议了！龙家长老们目睹这一幕，纷纷心悦诚服地跪拜在地。龙家愿奉人皇为主，世代追随，请人皇带领我等重振人族荣光。诸位请起，守护人族本就是我辈职责。就在此时，顾晨识海中响起嬴政威严的声音：集齐三鼎，可初步唤醒万里长城之魂，汝当速行。万里长城？你怎么了？嬴政陛下告知，集齐三鼎，可唤醒万里长城之魂。万里长城，传说中守护华夏的永恒屏障。那我们还等什么？下一尊鼎在哪里？东方，徐州鼎在东方。东方是无尽之海的方向。准备出发，必须在其他势力之前找到徐州鼎。根据两鼎共鸣产生的微弱感应，第三尊徐州鼎似乎隐藏在东海深处。顾晨团队乘上龙家特制的灵能飞舟，向茫茫大海进发。东海自古多秘境，这次寻找徐州鼎，恐怕不会顺利。鼎的气息很微弱，但确实在东方。航行数日后，平静的海面突然掀起巨浪，天空乌云密布。这风暴来得太突然了，不是普通风暴，其中蕴含着异常能量。在风暴眼中，一座由水汽构成的空中楼阁缓缓浮现，美轮美奂，其中隐约有鼎形光影浮动。这不是普通的海市蜃楼，其中蕴含着真实的空间波动。小心，这可能是依附于现实空间的险地。非洲被一股无形力量吸入楼阁，众人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水汽弥漫的奇异空间。这些水汽有问题，它们在影响我的精神力。突然，数只由清水构成的魔物从水墙中跃出，向众人发起攻击。他们的身体被展开后会立即复原，用兵动手，戴白冻结他们。就在戴白准备施法时，李飞突然眼神涣散，呆立当场。李飞，你做什么？他中了肾气，陷入幻境了。幻境中的李飞正与一个由他心魔幻化出的顾晨激战。为什么你总是比我强？我不服！必须让他清醒过来。我用极致寒气冻结肾气，你们保护好他。戴白双手结印，周身散发出刺骨寒气，空气中的水珠开始凝结。有效果，继续。随着肾气被冻结，李飞的动作逐渐迟缓，眼神开始恢复清明。我刚才怎么了？你中了肾气，现在感觉如何？我竟然对你出手！肾气太浓，我撑不了多久。此时，空间深处的鼎形光影突然变得清晰，一股古老的气息弥漫开来。是徐州鼎，它就在这个空间的核心。我们必须尽快拿到鼎，否则会被永远困在这里。就在众人准备深入时，四周的水墙突然剧烈波动，更多的水魔物正在凝聚。这次我不会再被迷惑了。跟紧我，我们直捣黄龙。顾晨带着众人穿过蜃楼幻境，来到一处神奇的海底秘境。这里没有海水，只有一个巨大的空气泡笼罩着古老遗迹。这里就是徐州鼎的所在，好纯净的水质气息。有东西在靠近。突然，祭坛前方的空间波动，一条由纯粹水之精华构成的东方神龙缓缓现身。啊，这是真龙？吾乃海洋图腾之灵，
守护此鼎1000年。凡人汝等所求为何？晚辈顾晨为集齐九州鼎，守护人族而来。力量易得，大道难求。汝可明白何为治水之道，何为润泽万物？这要怎么回答？这不是靠武力能解决的考验。突然，顾晨睁开双眼，嘴角露出领悟的微笑。治水之道，不在堵，而在疏；润泽万物，不在施，而在化。这是大禹虚影显现的瞬间，身后浮现出疏导江河、平定水患的宏伟景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顺势而为，方得始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图腾龙鳞感受到同源的气息与治水功德，在空中欢快地盘旋数周。多谢前辈成全。他认可你了。顾晨开始炼化徐州鼎，感受到体内力量正在发生奇妙的变化。这就是掌控万水的感觉。顾晨心念微动，秘境中的水汽随之起舞，化作各种形态。善用水之力，润泽苍生，莫负此缘。晚辈定当谨记。3鼎齐聚，是不是可以唤醒万里长城之魂了？还差一点，不过现在我们该离开这里了。就在众人准备离开时，秘境突然剧烈震动起来。看来有些人一直跟在我们后面。顾晨心念一转，周身3尊鼎的虚影若隐若现，整个秘境的水元素都在响应他的意志。3鼎归位，顾晨立于东海浪涛之上，将冀州、雍州、徐州3鼎同时祭出，鼎身轰鸣，天地变色。九州鼎现，万里长城苏醒。3道颜色各异的光柱贯穿天地，在苍穹之上交汇碰撞，迸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辉。这就是万里长城的幽魂。好温暖的气息，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长城虚影虽只是魂体，但那浩瀚古老的气息让所有华夏子民心生安宁。境内低阶魔物纷纷在金光中净化消散，深渊气息被压制了，长城魂影在守护这片土地，这才是华夏真正的守护之力。与此同时，在深渊最深处，一双猩红的眼睛猛然睁开，发出震怒的咆哮。万里长城，又是这道该死的屏障，人皇必须死！莫索斯长老面色阴沉的看着水晶球中的景象，此子绝不能留，立即启动弑神计划。某处阴暗祭坛上，黑影首领注视着空中的长城虚影，发出诡异的笑声。很好，越是强大的力量，越值得夺取。准备执行夺鼎计划。东海之上，顾晨突然感受到数道充满恶意的注视。怎么了？我们成了众矢之的，深渊、议会，还有那个神秘组织都在盯着我们。那就让他们来，有长城之魂在，我们何惧之有？接下来该怎么办？既然已经唤醒长城之魂，接下来就要找齐剩下的6尊鼎，让长城完全复苏。就在这时，长城虚影突然投下一道金光，在顾晨面前凝聚成一张古老的地图。长城之魂在为我们指引方向。最近的一尊在西北方向，应该是凉州鼎。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发！等等，你们看地图边缘，在地图的边缘处，隐约可见数个黑色标记正在向光点移动。看来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之前集齐九州鼎。各方势力都在关注我们，不如先回滨海市休整，同时放出消息，举办庆功宴。你是想引蛇出洞？庆功宴如期举行，各方势力齐聚一堂，表面上觥筹交错，暗地里却杀机四伏。今日之庆，不仅为攻城，更为明日征程。气氛似乎有些不对。第一波刺杀悄然而至，数名基因改造战士伪装成服务生，突然发难。兵强急！早就觉得你们有问题。李飞与戴白默契配合，剑光与冰霜交织，瞬间制服了所有改造战士。是议会激进派的手笔。就在众人松口气时，第2波刺杀接踵而至，阴影刺客从各个角落浮现。九龙锁天阵，开！龙家阵法瞬间启动，9道龙形金光将阴影刺客全部困住。这些是什么人？是那个神秘组织。
就在众人以为危机解除时，最致命的一击突然爆发。快走！我被控制了！是深渊的毁灭咒印！老教授身体急速膨胀，毁灭性能量即将爆发，足以摧毁整个界区。所有人退后！危急关头，三鼎之力自动护主，山河巨龙与水龙交织成屏障，绝不会让任何一个无辜者再牺牲。毁灭性能量在屏障内爆发，双龙屏障剧烈震动，却始终不破。太险了！连德高望重的教授都被控制，深渊太可怕了。你没事吧？无妨，只是没想到他们连这样的老学者都不放过。宴会厅外，莫索斯长老通过水晶球目睹了一切，脸色阴沉。连毁灭咒印都杀不死他，必须启动更激进的方案。越来越有趣了，这样的力量值得我亲自出手。传令下去，即刻出发前往凉州，不能再给他们可乘之机。你的身体……无碍，这场战争已经不容我们喘息。夜色中，灵能飞舟悄然升空，载着众人向西北方向疾驰而去。风暴开始了。飞舟划破夜空，向西北方向疾驰，舱内气氛凝重，连番刺杀让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你的伤势需要静养，此去凉州路途遥远。改变方向，我们先不回凉州，不去找凉州鼎了。那我们要去哪里？有些人既然送了份大礼，我们自然要登门回访。飞舟秘密降落在龙家的一处临时据点，顾晨立即开始全力追踪能量来源。此能量轨迹暗合兵法，东南300里处必有蹊跷。找到了，议会激进派在东南山区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所，那里是军事禁区，守备极其森严。我独自前往。太危险了，至少让李飞他们……既然是回礼，自然要亲自送往。月夜下，顾晨独自来到研究所外围，这座隐藏在山体中的基地戒备森严。各小组报告情况。突然，所有警报同时响起，红光笼罩整个基地。奇技淫巧，不及兼爱之心，亦不及守城之故。墨子眼中数据流闪烁，挥手间，所有防御系统瞬间瘫痪。快启动应急方案！人皇来了！顾晨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研究所内部乱作一团。莫索斯降了，他直接朝着主控室去了。不必销毁了，这些证据应该让所有人都看看。顾晨挥手间，所有显示屏同时亮起，展示出神孽计划的全部资料。以科技行不义，实乃取货之道。顾晨将全部资料上传至网络，随后引动三鼎之力。既然要毁，就毁得彻底些。光柱落下，整个研究所化为废墟。全网都在讨论神孽计划，议会激进派这次麻烦大了。这只是一个开始，现在该去凉州了。研究所被毁的证据在网络上持续发酵，议会激进派陷入空前被动。莫索斯长老在议会总部暴跳如雷，立即启动所有媒体资源，就说顾晨的力量会引来深渊主宰的注视，他才是世界毁灭的根源。很快，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开始涌现，舆论开始出现动摇。莫索斯开始反扑了，他在利用民众对深渊的恐惧。太卑鄙了，明明是他们一直在暗中搞鬼。现在网络上已经出现了质疑的声音。无妨，真理不辩自明。就在这时，各地开始传来支持的声音。北海学院全力支持人皇，某些人的污蔑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昆仑虚愿为人皇做法，造势议会激进派该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更关键的是，曾经被顾晨拯救过的城市民众自发组织起来。要不是人皇大人，我们早就被深渊吞噬了。现在说这些闲话的人，良心被狗吃了。深夜，顾晨在嬴政指导下，首次尝试通过九州鼎与国民建立精神连接。民心如水，载舟覆舟，今以鼎为媒，传入意志即可。我明白了，不需要言语，只需要传递最真实的信念。三鼎同时亮起，一股温暖而坚定的意志以顾晨为中心扩散开来。此时此刻，每个华夏子民都感受到了这份来自人皇的守护意志。妈妈，我刚才好像梦到了长城在发光。那不是梦，是有人在守护我们。随着民意彻底倒向顾晨，莫索斯彻底失去了翻盘的希望。顾晨，这次是你赢了，但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结束。新的一天来临，舆论已经完全逆转，莫索斯名声扫地，保守派重新掌控议会大局。最新消息，议会已经暂停了莫索斯的一切职务。
真是大快人心。那我们接下来是时候继续我们的征程了。青州顶正在等着我们。就在众人准备出发时，顾晨突然神色一凛，望向西南方向。看来有人不死心，还想赶在我们前面找到剩下的九州顶。根据九州顶的新线索，顾晨团队进入一片广袤的原始森林，寻找青州顶。此地巨木参天，看似生机勃勃，却暗藏诡异。这林子静得可怕，连声鸟叫都没有。空气中的生命能量很活跃，但充满躁动。古籍记载，青州顶主掌生机，此地气息如此异常，恐怕顶已失控。顶在森林核心，它的力量正在被扭曲，催化了这些植物。众人深入森林，周围的树木藤蔓仿佛突然被惊醒，疯狂地发起攻击。这些树成精了，根本砍不完。全兵禁锢，他们被冻结后很快就能挣脱。不行，他们的力量源头是青州顶，这样消耗下去，我们必败。就在众人陷入苦战之际，四周传来密集的脚步声。亵渎圣灵者死！万人，别看你们的气息惊扰了森林的安宁，会破坏平衡。我们为青州顶而来，它正在失控，催化了这片森林，我们必须阻止它。森林之心自有其意志，你们的到来才是最大的不平衡。最后一次警告，别看或者成为森林的养料。它能与植物深度沟通，强行冲突，我们占不到便宜。我们无意冒犯，但青州顶关乎天下安危，我们不能退。可否让我们证明它的状态确实异常？先祖遗训，万人不可靠近圣物，驱逐他们。部落战士与活化植物再次蜂拥而上。顾晨见沟通无效，只得率队且战且退。强攻不行，说服亦是无用，需另寻他法。那怎么办？总不能放弃吧？青州顶司长升级，或许有一位先贤能解开此局。暂避锋芒后，顾晨凝神感应青州顶蕴含的磅礴生机，心中渐渐有了明悟。有办法了。青州顶之力在于滋养，而非破坏。或许我们不该对抗，而应引导。我欲请一位上古先贤相助。谁？尝百草遇五谷，责备苍生的神农氏。顾晨再次踏入森林禁区，面对汹涌而来的活化植物与严阵以待的部落战士，他并未出手，而是全力引动人皇之力与九州顶共鸣。有请帝皇神农氏。神农氏虚影，目光扫过狂暴的植物，轻轻挥动手中褶鞭。森林平静了。这是先祖血脉传承中的气息，是神农始祖。他率先跪拜下去，额头紧贴地面。所有部落民众感受到那股同源共祖的召唤，也纷纷丢弃武器，跟随圣女虔诚跪拜。如向后人轻摇，拜见始祖。我等一直守护的，竟是始祖之力。万物有灵，生生不息，守护非禁锢，乃滋养也。在神农氏虚影的见证下，青州顶化作一道流光，主动投入顾晨体内，被顺利炼化。多谢人皇陛下，请回始祖之力，拨乱反正。青木部落愿遵从始祖旨意，追随人皇。圣女请起，守护森林依旧是你们的职责，只是方式需变。恭喜，又得一点，你的恢复能力如今恐怕已极为惊人。青州顶赋予了我强大的生命恢复与治愈之力。事不宜迟，我们需尽快寻找下一尊点。四顶齐聚，共鸣更甚，清晰地指向了下一个方向。那片传说中连时空都能冻结的极北冰原。顾晨又得青州顶，令众人备受鼓舞。就在大家计划遵循九州顶指引，赶去寻找下一尊九州顶的时候，顾晨体内的4尊九州顶突然剧烈震颤，发出尖锐无比的嗡鸣。不对，东南方向有极其邪恶的力量在干涉现实。众人匆忙赶回龙家，启动窥天法阵。当画面显现时，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这是空间剥离，深渊竟然将整座海原城拖入了半位面。海原城有数百万民众，这是针对你的陷阱。这群畜生！我们必须立即组织救援。就在众人焦急万分时，一股充满恶意的意志跨越空间，轰击在每个人的心神上。
人皇看到了吗？这就是与我为敌的下场。要么眼睁睁看着你的子民在绝望中死去，要么就进来与5支魔军一战。此乃吾为你精心准备的葬身之地。恐怖的威压让众人呼吸困难，但顾晨的眼神却愈发坚定。不能去，这明显是要将你困杀在其中。要去，我们一起去。对，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照顾好这里，我会带着民众平安归来。他一步踏出，身前的空间开始扭曲，一道通往血色半位面的通道正在打开。顾晨穿过空间通道，踏入了一片被血色笼罩的天地，整座城市笼罩在诡异的暗红色光芒，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儿。孽障，休得伤人！顾晨抬手一挥，青色的人皇之力化作利剑，精准地射穿追击的魔物。是人皇，人皇来救我们了！四鼎齐鸣，守护苍生。气周顶散发出土黄色光芒，地面升起一道环形岩石壁垒，青州顶绽放青色光华，坚韧的藤蔓在壁垒上快速生长加固。所有人待在屏障内，不要出去。安全区的建立立即引来了更多魔物的围攻。顾晨心念一动，召唤4位名将。末将领命，誓死守护东面。西面交给我和龙骑军，南面由我镇守。北面绝不会放一个魔物进来。哎呀，顾晨悬浮在安全区上空，全面催动人皇之力。太好了，我们有救了！然而魔物仿佛无穷无尽，4位名将开始显露出疲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想办法突围。夜幕降临，魔物的攻势稍缓，顾晨降落在安全区内，检查众人情况。大哥哥，我们能回家吗？一定能，我向你保证。4位将军，再坚持片刻，我已有破局之策。哈哈，主公放心，有吕某在，东面万无一失。他抬头望向血色天空，开始酝酿最强一击。夜色深沉，魔物的攻势却愈发疯狂。顾晨悬浮在半空，脸色苍白，4顶的光芒已然暗淡，安全区的屏障剧烈波动，随时可能破碎。大哥哥，屏障要破了吗？不会的。就在防线即将崩溃的刹那，顾晨因为力量过度消耗而恍惚的心神，猛地触碰到了脚下这片土地深处，一股深沉悲壮却不屈的意志。这是100年来战死于此的英灵。一股无法言喻的悲怆与敬意涌上心头。顾晨以最后的人皇之力为引，向这片土地发出呼唤：安眠于此的英烈们，人族需要你们，可愿再战一场？回应他的是整座城市的嗡鸣，一道道半透明的穿着不同时代军装的身影，从废墟下，从街道中，从破损的战舰残骸里缓缓升起。无疼，愿为人皇再战一场，护我河山，
为我同胞！钢铁洪流般的军魂无声地冲向魔物大军。他们没有实体，魔物的利爪穿透他们的身体，却无法阻止他们前进。他们的攻击带着纯粹的意志力与对魔物的憎恨，竟能有效杀伤魔物。安全区内，所有幸存者都看到这震撼灵魂的一幕。是他们回来了，来保护我们了。爷爷，那些发光的叔叔伯伯是谁？他们是守护我们的英雄，一直都是。顾晨感受着下方军民一心的磅礴意志，疲惫一扫而空，一股新的力量从心底滚起。众将士，随我杀敌！回应他的是下方更加汹涌的军魂浪潮，以及4位名将重新振奋的怒吼。无数军魂前赴后继的牺牲，如同最悲壮的挽歌，为顾晨争取到宝贵的喘息之机，也彻底点燃了他心中压抑已久的帝王之怒。以魂为盾，以血为剑，够了。他缓缓闭上双眼，将意识沉入体内。4尊九州鼎被他彻底引动，冀州鼎的厚重，雍州鼎的坚毅，徐州鼎的浩瀚，青州鼎的生机，4股力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开始交融。朕乃人皇。在他身后，一道更加凝实、更加威严的虚影骤然显现，头戴冠冕，身披玄黑龙袍，目光淡漠地俯瞰着这片被魔物玷污的天地，正是始皇嬴政。当朕世间一切敌。顾晨与嬴政的虚影仿佛合二为一，他缓缓抬起右拳，4鼎之力，人皇威压，众生信念，乃至那些牺牲军魂的不屈意志，尽数凝聚于这一拳之中。不可能！你怎能？破！一拳轰出，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只有一道纯粹到极致、蕴含着镇压与净化意志的金色拳影，如同投入净水中的石子，荡开一圈柔和却无可阻挡的波纹。暗红褪去，黎明的曙光第一次洒落在这片饱经磨难的土地上。海渊城带着满城的废墟与伤痕，重新锚定回了现实世界。回来了，我们回来了！是太阳，是那个大哥哥把太阳带回来了。顾晨缓缓降落在中央广场，脚步有些虚浮，但眼神依旧锐利。他望着东方升起的朝阳，这只是开始。感受着体内消耗殆尽却愈发精纯的力量，以及那份与这片土地、这些人族更深刻的连接。你做到了。是我们做到了。朝阳初升，金色的光芒洒落在海渊城的断壁残垣上，也照亮了每一位幸存者的脸庞。他们望着空中那道缓缓降落的身影，眼中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与无法言喻的崇敬。谢人皇救命之恩！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成千上万的幸存者，无论男女老幼，都朝着顾晨的方向发自内心的跪拜下去。妈妈，是人皇哥哥救了我们，对吗？对，是人皇，是我们所有人的皇。随着他们的祈祷，天地间一股无形的力量涌向了顾晨，而正在静坐调息的顾晨忽然感觉到一丝丝温暖纯粹的力量从虚空中渗透而来，缓慢融入他的识海。这是信仰之力。与外界沸腾的欢呼相反，议会激进派核心人物莫索斯长老的密室内气氛冰冷彻骨。废物，一群废物，连一个半位连都困不住他。急火攻心之下，他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身前华贵的地毯，眼神中充满了怨毒与不甘。顾晨，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艺术，必须重新评估。在那连光线和概念都能吞噬的绝对黑暗中，一双亘古存在的眼眸缓缓睁开。海渊城发生的一切清晰地倒映在那冰冷的瞳孔中。信仰凝聚，神皇道统，请在此时重现。沉默了片刻，那意志中透出前所未有的决绝与杀意。此子绝不能留，在他彻底承载此界人族气运之前，不惜一切代价扼杀。顾晨站在窗边，望着远方正在清理废墟、重建家园的点点灯火，也感受着那源源不断汇来的微弱信仰之力。感觉如何？你现在可是真正的万众瞩目了。力量在恢复，甚至有所精进，但伏羲祸之所伏，我感觉到这幕后一定还有黑手。你打算怎么办？加快速度，找到剩下的9州点，唯有掌握足以守护一切的力量，
才能应对接下来的风暴。海渊城事件后，顾晨团队暂留城中协助重建，同时修整调息。然而，对第5尊荆州鼎的感应却始终时断时续，难以捉摸。奇怪，荆州鼎的气息飘渺不定，仿佛被一层迷雾笼罩，与之前4鼎的感应截然不同。是不是距离太远了？或者是被什么东西干扰了？我查阅了龙家秘典，有一个推测，根据记载，荆州鼎性灵温和，其依附灵脉而生，它可能并非存在于我们所在的主世界，而是藏于某个依附于主世界的洞天福地之中。洞天福地，一种独立的小世界，入口往往与山川地脉相连，随灵气流转而移动，故而飘忽不定。寻常方法极难寻得其门迹。就在众人思索如何寻找洞天入口时，一位不速之客未经通报，便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会客室内。什么人？好高明的潜行术啊！人皇阁下何必如此紧张？小女子鹦鹉此来是代表我家主人与阁下谈一笔合作。合作？我与你们似乎没什么可合作的。何必把话说得这么满呢？比如阁下正在为寻找荆州鼎的入口而烦恼，不是吗？那个洞天福地的入口确实难以捕捉，但我们有办法稳定其通道。我家主人愿意提供这个方法。条件是什么？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事成之后，我们不需要荆州鼎本身，只求分享其1/10的气运。这对人皇阁下而言，不过是9牛1毛。妄想！9州鼎的气运也是你们能觊觎的。别急着拒绝，没有我们的方法，你们或许1年半载也找不到入口，而时间似乎并不站在你们这边哦。深渊的下一波攻势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鹦鹉的话精准地命中了顾晨一方的软肋。顾晨凝视着鹦鹉，会客室内的气氛一时凝重到了极点。我如何相信你们的方法有效？又如何保证这不是另一个陷阱？3日后，城西百里外的落魂渊，空间波动最为剧烈，是开启通道的最佳时机。届时阁下可亲自验证。至于陷阱，以阁下如今之能，难道还怕我们这点小伎俩吗？3日后的子时，落魂渊见，希望阁下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夜色下，顾晨与龙灵月遥望城西方向。很明显是陷阱，他们对荆州鼎的了解甚至可能在我们之上。我知道，但他们说的对，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深渊不会给我们慢慢寻找的机会。你决定去？去，不仅要拿到进入洞天的方法，还要看看这伙一直藏在暗处的老鼠究竟想做什么。3日后子时，落魂渊阴风怒号，顾晨团队如约而至，鹦鹉早已等候在扭曲的岩壁前。人皇阁下果然守信，入口就在这岩壁之后，不过需要通过一座上古迷宫阵。带路吧。穿过岩壁，众人踏入一座庞大而阴森的古墓迷宫，通道错综复杂，墙壁上刻满古老图腾。走这边，这条是近路。顾晨脑海中想起韩信冷静的分析：主公，此女不妨暗合9宫8卦，却在关键节点可以偏移3分，她在引我们入绝地。人皇阁下，这条是捷径，可以绕过前面的毒障区。这么窄，万一有埋伏怎么办？李公子多虑了，这条密道只有我们的人知。他话音未落，手指看似无意地划过墙壁上一块凸起的石块。小心！怎么会？定。好巧的无意啊！阵法年久失修，确实容易误触。咦，那条岔路里似乎有宝光闪烁，莫非是前人遗宝？我去看看。等等，确实有宝，不过是2个大活人。既然鹦鹉姑娘这么热心，不如请你的同伴先出来一见。哼，等候多时了。你们还要继续玩这种把戏吗？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前面就是真正的目的地。历经波折，众人抵达迷宫核心，眼前是一个散发着幽蓝光芒的空间漩涡，四周悬浮着破碎的符文。这就是洞天入口，请吧。顾晨凝视漩涡，4鼎之力微微震动，发出强烈的警告：这并非洞天入口，而是一个不稳定的空间陷阱，踏入其中便会被永世放逐。现在发现已经晚了。从进入迷宫开始，我的冰晶就一直附着在你身上。你们费尽心机，就是为了将我们放逐。可惜，只差一步。说出你们真正的目的，或许可以饶你一命。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整个迷宫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四周墙壁开始崩塌，
露出后面密密麻麻的黑影武士。看来这只是开胃菜。面对蜂拥而至的黑影武士，顾晨面无惧色，四顶之力轰然爆发。最后一次机会，说出真相。真正的荆州底在古墓最下层，有8阵图守护，我们破解不了。所以你们就想借刀杀人？只有人皇之力才能ยึ获阵法核心。我们本想等你们两败俱伤。在严武的指引下，众人来到古墓最下层，眼前豁然开朗，一个巨大的八卦平台悬浮在虚空之中。平台中央赫然摆放着荆州鼎。好厉害的阵法，光是站在这里就感到心悸。既然如此，就请最懂阵法的人来破解。顾晨心念一动，一道清瘦的身影在他身旁缓缓凝聚，羽扇纶巾，目光睿智，正是武侯诸葛亮。八门金锁生生不息，可惜缺了最重要的阵影。你怎么知道？此阵以八卦为基，却少了一个调和阴阳的核心，若强行破阵，必遭反噬。主公，请站到生门之位，以人皇之力注入其中。好。顾晨按照指示站定生门，周身人皇之力缓缓注入阵法，以仁德之心御杀伐之阵，这才是破阵之道。我们耗费数年都无法破解的阵法，竟然这么简单巧。随着阵法停止，顾晨顺利取得荆州鼎，青铜鼎身刻满玄奥符文，散发着温润的智慧之光。这就是智慧的力量。你的眼神好像变得更深邃了。我能感觉到思维前所未有的清晰，仿佛世间万物都在掌控之中。顾晨心念微动，抬手一指，一道精准的能量束击碎了远处试图偷袭的黑影武士。好准！你怎么知道他在那里？在他出手之前，我就已经预判到了他的动作。留下了一道金色结界，瞬间成型，将黑烟牢牢困住。明察秋毫，料敌先机，恭喜主公获得此鼎。多谢先生指点，现在该去会会这些黑影势力的幕后之主了。集齐五鼎后，顾晨在龙家密室闭关，潜心研究国运与信仰之力的精妙运用。五鼎在他周身缓缓旋转，散发出和谐的光芒。原来如此，这份力量不该只属于我一个人。你发现了什么？信仰之力如同江河，可滋养万物。我在想，是否能让它惠及更多人？顾晨将目光投向正在不远处修炼的李飞，他心念微动，分出一缕精纯的信仰之力，缓缓渡向李飞。这是，我感觉到剑意前所未有的清晰。他的剑气在暴涨。李飞扶着心灵，纵身跃起，长剑挥出，一道融合了金色信仰之力的璀璨剑罡破空而出，在空中化作9道剑影，最终合而为一，将远处的事件石整齐地劈成2半。九剑归一，这是我苦修3年都未能领悟的绝招。看来信仰之力确实能与你们共鸣。深夜，顾晨在荆州鼎的智慧加持下，开始系统整理自身所学，他的思维前所未有的清晰，过往战斗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脑海中分毫毕现。吕布的勇猛，韩信的谋略，霍去病的急速，项羽的霸气。若能将他们的特质融合，他尝试将吕布的天下无双与霍去病的龙骑冲锋结合，推演出一种兼具力量与速度的突击战术，又将韩信的十面埋伏与项羽的霸王破阵融合，构思出刚柔并济的战阵变化。哼，原来如此，不同名将的能力并非孤立，而是可以相辅相成。就在顾晨沉浸在推演中时，嬴政威严的声音在他识海中响起：善，陛下，人皇之道非独夫之勇，乃众志成城。你能明悟此理，善用众生之力，融合百家之长，方显人皇气度。多谢陛下指点，我明白了。一个人的强大终究有限，唯有让身边的人都强大起来，才能守护这片土地。清晨，顾晨结束闭关，他的眼神更加深邃，周身气息却愈发内敛。你好像又不一样了。只是明白了一些道理。接下来我要为大家量身定制修炼方案。老顾，你是说我们都能变得更强？没错，而且我们要练习合击之术，让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发挥到极致。看来接下来的修炼会很有趣。前路艰险，但我们同行。
夜色深沉，顾晨正在龙家观星台上修炼，5尊九州鼎在他周身缓缓旋转，散发着柔和的光芒。突然，天地间响起一阵令人牙酸的空间撕裂声，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哀嚎。哼，终于不再试探了吗？全球各地同时出现超大型深渊裂缝，这是总攻。这群杂碎，选在这个时候，东方海滨、西域荒漠、北境雪原、南疆雨林全部告急，防线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崩溃。通过带白的冰镜术，全球各地战场的惨烈景象清晰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微微的人类在深渊的怒火中颤抖吧！灵能炮阵列，最大功率输出，绝不能让海啸越过这道防线。将军，能量核心过载了，再这样下去会爆炸的。我们挡不住了。身后就是我们的家园，汉子最后一人也要守住。蝼蚁们，成为沙漠的养分吧！启动地耐稳定器，快！指挥官，稳定器被破坏了，有内奸！指挥官，整座要塞在下沉，全体撤离！重复，全体！冻结吧，可悲的蝼蚁！热能屏障，快！屏障能量正在急速衰减，预计30秒后完全碎裂。畜生，吃我一切！喂我的养料吧，我会好好享用你们的生命精华的。不要吸入毒物，保持阵型。队长，解毒剂不够了，太多人中毒了。队长，我好痛。坚持住，援军一定会。议会总部内乱作一团，巨大的全球沙盘上，代表人类防线的光点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熄灭。最高动员令，立即启动星火协议，所有登记在册的觉醒者，所有家族势力，所有还能拿起武器的人，全部投入战斗。这是种族存亡之战。激进派所有力量听从统一调遣，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了。我国西海岸已经沦陷，需要立即支援。巴黎正在化为废墟。顾晨一步踏出，身形瞬间出现在高空。他体内的5尊九州鼎剧烈震动，磅礴的国运之力冲天而起，引动了横亘于华夏上空的万里长城之魂。是时候了。他的声音通过九州鼎的共鸣，清晰地响彻在全球每一位仍在奋战的战士，每一位心怀希望民众脑海中。无名，顾晨，我们身后即是家园，无退路。一时间，全球各地所有还能战斗的人都听到了顾晨的声音，他们不约而同地握紧了手中的武器，仰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诸君，随我，守我河山！回应顾晨召唤的是一位位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华夏英魂。魑魅魍魉也敢犯境，并州狼骑，随我杀敌！今日就让尔等见识何为霸王之威！江东子弟何在？寇可往，我亦可往。大汉龙骑，随我破阵！常胜赵子龙在此，休想跨越雷池一步！犯我疆土者，杀无赦！大齐锐士，列阵！龙家弟子誓死守护人皇，九龙焚天阵起！这一剑，为了所有牺牲的同胞，九霄斩龙诀，奇寒冰玉，封天动地。金色的洪流迎着漫天暗红，发起了属于人族的冲锋。随着战斗开启，顾晨立于长城虚影的核心节点，他闭上双眼，神识通过九州鼎与万里长城之魂，瞬间覆盖全球战场。这一刻，他不再是单打独斗的强者，而是执掌全局的统帅。韩信将军，请助我！主公放心，信必竭尽全力。魔潮虽重，其势散乱，可集中精锐攻其节点。在韩信的超凡谋略与荆州鼎的智慧加持下，庞大的战场信息被瞬间梳理整合，形成最优的兵力配置方案。痛快，这才像点样子。项羽，比比谁杀得多，正合我意，看谁先取了那魔将首级。这2位绝世猛将组成的尖刀，以无可阻挡之势直插魔物军团的核心，瞬间吸引了大量火力，极大缓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与此同时，霍去病和赵云同样不甘示弱，迂回侧翼，分割包围，
让这些魔物尝尝被狩猎的滋味。上赵子龙在此，被困的兄弟随我突围。九龙盘踞，万法不侵，此地有我龙家守护。剑气长城，有我在此，魔物休想越雷池一步。绝对零度，此地即为魔物葬场。在顾晨精准的调度与长城虚影的全域加持下，原本溃败的人类防线竟然奇迹般的稳住了。金色的光芒削弱了魔物的力量，同时治愈鼓舞着守军的伤势与士气。是人皇，是人皇在守护我们，兄弟们，杀！为了家园，为了人皇。就在全球战局稍显稳定之际，顾晨的神识地图上，代表全球战场的无数混乱的光点中，几个极其耀眼的暗红色光点正以惊人的速度，分别朝着几个特定的方向前行而去。不好，他们的真正目标是九州点。怎么回事？深渊明面上发动总攻，暗地里去派出最精锐的魔将，直奔剩余的九州点。我们必须立即分兵阻止，各部严守阵地。吕布、项羽、霍去病、赵云、白起即刻脱离当前战场，随我拦截魔将。接到九州顶事件，顾晨立即率领众将撕裂空间，第一时间赶到感应最强烈的豫州顶所在地嵩山古刹。这是传承1000年的智慧障壁，据说需要解答所有经典难题才能进入。奇袭攻击，我就不信破不开这层龟壳。将军，已经损失3成了，这法师太强了。蛮力是打不破智慧壁垒的。人皇陛下也来了，怎么您这位靠蛮力起家的救世主也懂得这些酸儒的把戏？放肆！既然你质疑朕的智慧，那便让你见识见识。顾晨心念微动，两道虚影在他身后缓缓凝聚。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是儒家和佛家的气息。随着王阳明与慧能的虚影显现，智慧障壁上的经文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大道至简，何必执着于名相？心若柱象，即为非柱；心若清净，万法皆通。不可能！这些困扰我族1000年难题，竟然如此轻易。推己及人是为人之本，朕为人皇，当以仁德持天下苍生。致良知，明本心。哈哈哈哈哈哈！顿悟见性，直指本心。看，障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璀璨夺目。这些文人把戏看得俺头昏眼花，还是打架痛快。确实，这般弯弯绕绕，不如一枪破之来的爽快。守住入口，我去就回。穿过智慧障壁，顾晨来到古刹最深处的阵法中枢。这里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只有一个古朴的石台，支起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原来这就是中和之道。玉州鼎感受到顾晨体内已具的无顶之力，以及那份经过智慧考验的纯粹道心，发出欢悦的嗡鸣。以王道御天下，以中和定乾坤。当顾晨重新出现在古刹外时，周身散发着令人心折的王道气息。你竟真的炼化了玉州鼎！现在该清算之前的账了。这就是玉州鼎的力量，好温和，却又如此强大。末将感觉体内的力量运转更顺畅了。速往下一处，我能感觉到其他九州点也正在遭受攻击。这就是神皇的力量吗？顾晨炼化玉州鼎归来，6鼎之力流转不息，天空中的长城虚影愈发凝实。就在联军士气大振之际，一个噩耗传来：医生，一支后勤舰队在幽谷航线遭遇埋伏，全军覆没。什么？这条航线的完整路线，只有在场诸位知晓。看来我们中间混进了深渊的走狗。莫索斯长老，现在下定论为时过早，或许是通讯被截获。
不必争论。顾晨运转玉州鼎之力，温和的王道气息笼罩全场，瞬间平复了骚动。传令，半小时后召开绝密会议，商议最后3鼎护卫事宜。朕将亲往西境护卫凉州鼎，霍去病驰援荆州，龙灵月镇守扬州。陛下亲自坐镇西境，必能万无一失。事关人族存亡，望诸位谨守机密。会议结束后，顾晨暗中运转6鼎之力，神识如网般笼罩指挥部。哼，人皇明日将往西境，正是围杀良机。够了！陛下这是何意？你的精神波动与深渊同源。既然被发现，那就一起死吧！帕特里克身体急速膨胀，狂暴能量即将爆发。朕，陛下已在苏醒，你们的挣扎毫无意义。连帕特里克都被侵蚀了。陛下指的是？我不知道，但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帕特里克临死前的陛下2字如同阴云笼罩在顾晨心头。未等他们细究，一道加急战报通过传送阵直接呈现在指挥台上。兖州顶封印地告急，出现一个自称毁灭魔君的强敌，项羽将军虚影被重创。毁灭魔君？深渊主宰麾下的魔君竟然亲自降临了，必须立刻支援，兖州鼎绝不容有失。朕亲自去会会这位魔君。凌月，指挥部交给你了。兖州鼎所在的远古祭坛已沦为焦土，项羽的虚影比往常暗淡许多，霸王枪主地显然受到了重创。区区一道残魂，也配当本军去路？霸王在此，休想前进一步！那就彻底湮灭吧！就在毁灭能量即将轰下时，一道金光撕裂空间，顾晨的身影挡在项羽之前。你的对手是朕。人皇总算来了个像样的，不过依旧是这蝼蚁。6鼎齐出，有点意思，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这些都是徒劳。魔君一拳轰出，纯粹的毁灭法则凝聚成一道暗红洪流，所过之处，空间寸寸崩塌。山河震魔！能接本君一拳，你足以自傲了。可惜，待陛下彻底苏醒，尔等终究只是食粮。就在顾晨与魔君激战正酣时，几道模糊的黑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战场边缘的阴影中。毁灭魔君果然被引出来了，人皇的力量似乎又精进了。首领，我们要出手吗？不急，让他们先斗个两败俱伤。我们的目标始终是9州鼎。顾晨敏锐地感知到了战场边缘那几道隐秘的视线，心中警兆更甚。黑影组织，他们果然在暗中窥伺，必须速战速决。分心是在想那些藏头露尾的老鼠吗？先顾好你自己吧。人皇，就让这一击终结你的妄想。那就看看是你的毁灭更强，还是朕的守护更坚。6鼎震山河。看你能撑到几时！顾晨与毁灭魔君的战斗一阵白热化，两人每一次碰撞都引发空间震颤，冲击波将大地撕裂，天空中的云层被狂暴的能量彻底驱散。神皇，你的力量正在被本军吞噬。好诡异的毁灭法则！徒劳！在本军的毁灭本源面前，一切能量与物质都将归于虚无。一道暗红射线穿透防御，擦过顾晨左肩，金色血液飞溅，伤口处黑气缠绕，难以愈合。顾晨，我们去帮他！不行，这等级别的战斗，我们连余波都承受不住。
看到了吧，这就是差距。陛下苏醒之日，便是尔等灭亡之时。毁灭、侵蚀，万物终结。危急关头，顾尘识海中玉州鼎发出温润光芒，中和的奥义在心间流淌。原来如此，阴阳相济，否极泰来，以中和之道化毁灭之力。垂死挣扎？什么？这不可能！有效，你的毁灭之力并非无敌。不，这到底是什么力量？此乃人皇之道，守护之力，皆朕一气，六鼎合一，人道永昌。陛下会为吾报仇的。全印余威散去，天空重现清明。顾尘独立虚空，微微喘息，身上伤痕在六鼎之力下缓缓愈合。你没事吧？太强了，连魔君都被你打败了。这只是一个开始，毁灭魔君临死前说的陛下，恐怕就是深渊主宰。我们必须尽快集齐最后3鼎，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毁灭魔君被轰成碎片的消息，如同风暴般传遍全球。战场上肆虐的魔潮为之一滞，人类联军士气大振。然而顾尘的脸上却不见丝毫轻松。魔君的陨落让深渊攻势暂缓，但这恐怕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黑鹰组织的人在魔君败亡后就消失了，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管他们谋划什么，来一个打一个。答案或许就在这里。静室中，顾尘全力炼化着毁灭魔君残留的核心碎片，狂暴的毁灭意志不断冲击着他的识海，但都被六鼎之力稳稳镇住。原来如此，深渊主宰麾下不止一位魔君。魔君碎片中残留的不只有深渊的气息，还有一丝极其隐晦却与九州同源但又截然不同的波动。就在这时，顾尘体内已炼化的六鼎济、雍、徐、清、精、玉同时发出嗡鸣，与那丝隐晦波动产生强烈共鸣。尤其是不久前炼化的玉州鼎，其中和的特性仿佛一个精准的过滤器，帮助顾尘从那杂乱的波动中剥离出了最关键的信息。找到了，第7鼎兖州鼎。这个移动轨迹好诡异，完全不符合常规空间规律。看来之前使用上古破禁术的那些家伙学艺不精，没能真正得到兖州鼎，而是将它传送到九州之外的地方。它似乎存在于一个独立的空间气泡里，正在不同维度间漂流。没错，而且这个空间气泡正在被一股外力强行稳定。是那些黑影混蛋。他们用一种我们未知的技术，暂时禁锢了兖州鼎所在的空间气泡，正在试图迫切进入。此寡人纵横捭阖，所见甚多。此辽组织旗帜非小，他们非为毁灭九州，意在窃取气运，李代桃僵，取而代之。嬴政的话如同惊雷，在顾尘识海中炸响。联想到黑影组织之前对九州鼎异常的了解，以及那种试图合作分享气运的行为，一切似乎都说得通了。取代九州，窃取人族气运，好大的野心！如果他们成功，后果不堪设想。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立刻锁定坐标。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之前进入那个空间气泡，炼化兖州鼎。锁定兖州鼎坐标后，顾尘决定独自潜入。一道极不稳定的空间裂缝在前方扭曲闪烁，其后便是被黑影组织称为影域的异空间。让我跟你一起去。这里需要你坐镇，若我3日未归，立即启动长城大阵。穿过裂界的瞬间，顾尘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里光线扭曲，重力时有时无，破碎的建筑残骸悬浮在空中，构成一幅光怪陆离的景象。空间规则如此混乱。荆州鼎，阴差秋毫。荆州鼎的智慧之力让他瞬间看穿扫描规律，在千钧一发之际侧身避开。墨子机关，虚实相生。借助双重掩护，顾尘深入影域核心，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他们竟然对龙脉了如指掌。顾尘悄无声息地靠近一个研究台，上面摊开着一本古籍残卷，残卷上赫然是禹贡原文，旁边却用未知文字写着批注：九州气运可夺天地造化。这个组织比深渊更了解画家。就在顾尘准备继续深入时，一个熟悉的投影突然出现在前方，
人皇陛下大驾光临，真是令隐喻蓬荜生辉。你们处心积虑，就为了窃取九州气运？窃取？不，我们是要创造新的秩序。可惜您来晚了一步，兖州鼎马上就要属于我们了。那就看看谁更快。顾晨不再隐藏，6鼎之力轰然爆发，整个人化作一道金光，直冲空间气泡。兖州鼎归位！就在顾晨即将触碰到空间气泡的瞬间，整个隐域突然剧烈震动起来。这是空间转移。当空间波动平息，顾晨发现自己被传送到了一个完全由暗影构成的殿堂。等你很久了，顾晨。不过很快，这个名号就要换人了。总算是找到正主了，一个靠吞噬怨念为生的怪物，可以自称人皇。怪物，人类内心的阴暗、嫉妒、贪婪，这些才是最真实的力量。我比你们这些被感情束缚的可怜虫更适合统领这个世界。影皇抬手一挥，整个空间的暗影顿时沸腾起来。就这点本事？欢迎来到我的领域，在这里我才是规则。你的力量我要了，你的位置也该换人了。就在这时，殿堂中央的一个诡异装置突然亮起刺眼的光芒。你在抽取兖州鼎的气运！住手！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让你见识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阴魂召唤。影皇身后，暗影能量疯狂涌动，凝聚出数道扭曲的身影。碾碎一切，破坏，毁灭！你竟敢亵渎阴魂！亵渎！我这是在创造更完美的战中兵器，给我上！可恶，在这里我的力量被压制了。踏平前方！挣扎吧，你越是不甘，就越能滋养我的力量。等吸干兖州鼎，就是你的死期。必须尽快找到这个领域的核心。顾晨在黑暗阴魂的围攻下渐显疲态，而兖州鼎的气运仍在不断被抽取。顾晨与影皇在影域核心展开激烈对决，整个空间都在震颤。看到了吗？你的光明之力在这里只会被压制。这些黑暗阴魂为何如此熟悉？顾晨召唤出真正的华夏阴鬼，双方展开惨烈厮杀。用的，你的力量在这里只会越来越弱。为何6鼎之力运转如此晦涩？就在顾晨节节败退时，嬴政的声音如洪钟大吕在识海中响起。痴儿，人皇之道在于承载，而非排斥。承载，光明黑暗皆为人性，皆为汝意。放弃抵抗了？不，是要容纳这一切。顾晨以人皇位格，强行容纳影域的负面能量。你疯了，这样会爆体而亡的。这就是完整的人性。在极致痛苦中，两股力量开始融合。怎么可能？你竟然……现在该结束了。不，这是我的力量。你错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皇之力。这不可能，人心丑恶，如何能统御？正因为懂得黑暗，才更要守护光明。顾晨携新领悟的力量，一拳轰向抽取装置。兖州鼎，归来！兖州鼎化作一道金光，没入顾晨体内。不，我的影域！整个影域开始剧烈震荡、崩塌。该离开了。顾晨带着兖州鼎冲出影域，回首望去。顾晨开始炼化兖州鼎，感受着其中蕴含的力量。好强的攻击性力量！就在这时，顾晨清晰地感知到了最后2尊鼎的方位。终于，只剩下扬州鼎和凉州鼎了。与此同时，深渊最深处，一股恐怖的意志正在加速苏醒。集齐7鼎的顾晨
破开空间，回归联军总部。此刻他周身散发的气息比离去前更加深邃磅礴，仿佛与整个华夏山河融为一体。被动防守终是下策，与其等他苏醒，不如我们主动打过去。你要强行打开通往深渊的通道？早就该这么干了，算我一个。我的冰霜或许能在那边派上用场。人皇陛下，您的意志便是人族的方向，全球联军愿随陛下出征。顾晨不再多言，他双臂展开，全力引动七鼎之力，天空中凝视的长城之魂发出震天龙吟，同时来自全球亿万生灵的信念化作肉眼可见的点点金光，跨越虚空汇聚而来。诸位，今日不是深渊吞噬我们。哈哈哈，说得好，杀进老家才够本。正合我意，让那群魔崽子见识下什么叫霸王之怒。大汉龙旗，随我凿穿敌阵。而是我们反攻深渊。在全球无数屏幕的凝视下，在亿万生灵的祈愿中，顾晨率先迈步，毅然踏入了那光芒与黑暗交织的深渊通道。人皇回来！宝宝，记住，是他们为我们在战斗。列宗保佑，护我人皇，护我人族血脉。通道入口的金光，在最后一抹身影消失后，微微内敛，却顽强地维持着稳定，如同定在两个世界间的希望之钉，维系着这场气运之战的退路与归途。穿过通道，联军踏入了真正的深渊之地。这里魔气如实质般粘稠，侵蚀着一切，光线扭曲，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腐朽气息。这鬼地方，灵气稀薄的可怜，魔气却无孔不入。我的寒冰领域在这里被压制得很厉害。普通战士在这里恐怕支撑不了太久。无妨，顾晨心念一动，身后7尊9州鼎虚影光芒大放，尤其是冀州、雍州、徐州3鼎散发出厚重、承载、浩瀚的气息，交织成一道巨大的金色光环，笼罩住整个联军阵营。压力消失了，人皇陛下万岁！然而，深渊的反击立刻到来，黑暗之中，无数猩红的眼瞳亮起，伴随着令人牙酸的嘶吼，潮水般的魔物从四面八方涌来，发起了疯狂的冲击。来得好，正好让某家火种筋骨。区杂兵也敢挡路，杀！保持阵型，凿穿他们。还不够，兖州鼎，兵戈加持。主掌征法与兵戈的兖州鼎虚影骤然亮起，散发出锐利无匹的金红色光芒，如同波纹般扫过全场每一位联军战士。好强的力量，感觉能劈开山岳。啊！攻击力提升了好几成。此鼎立于战阵之上，堪称神州。在兖州鼎的加持下，联军战力飙升，硬顶着魔物的疯狂阻击，踏着无数魔物的尸骸，向着深渊那更加黑暗、更加压抑的核心区域稳步推进。看那里，那不属于任何一支文明，还有那边，像是某种科技造物的残骸。这些都是被深渊吞噬的其他世界吗？看到了吗？这就是失败的下场。我们绝不能让我们的世界也变成这累累白骨中的一员。杀！为了家园，为了人族！信念愈发坚定的联军，如同烧红的尖刀，切开黑暗的油脂，朝着深渊的心脏继续无畏的进军。联军在顾晨的率领下，于深渊血途中艰难推进。就在众人逐渐逼近那片核心区域的时候，顾晨身形猛地一顿，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
这感觉是凉州鼎，他怎么会在这里？凉州鼎，他不是应该在？他被封印在此，深渊主宰想用我九州鼎来侵蚀，逆转我华夏气运。怎么回事？我刚才好像看到我爹在骂我，有东西在影响我们的心神。我好像听到我女儿在哭。不，那是假的。幻境迷宫中滋生出的无形心魔开始侵蚀众人的意志。轨道与变化需以至高逍遥之意破之，有请庄子前辈。纵饮酒者，淡而哭泣；梦哭泣者，淡而甜丽。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随着他的话语，无数闪烁着微光的蝴蝶自其袖中翩然飞出，融入那片幻境迷宫。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此言一出，蕴含无上逍遥真意，如同春风化雨。所有扑来的心魔在空中一滞，随即脸上露出茫然之色，身形如烟般消散，再也无法凝聚。凉州鼎，此时不归，更待何时？第8鼎归位，顾晨周身气息再度暴涨，8尊九州鼎虚影齐齐显现，共鸣发出的光芒前所未有的炽烈。光芒竟然驱散了深渊的黑暗，太强了！老顾，你现在简直像个真正的太阳。这就是8鼎合一的力量吗？然而，在这光明绽放的极致时刻，一道恐怖意志似乎被这光芒惊动，传来了令人心悸的波动。8鼎共鸣的光芒，如同刺入黑暗心脏的利剑，深深刺痛了这方位面的主宰。整个深渊位面开始剧烈震颤，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怎么回事？魔气在往那里聚，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是他被惊醒了。最终，所有的黑暗与魔气凝聚成一尊无法用言语确切形容的庞大身影。它是由一切负面力交织构成的集合，仅仅是存在，就令空间不断崩塌又重组。完了，一切都完了！不要看我！仅仅是主宰的目光，蕴含的极致恶意与威压，就几乎要让联军的灵魂冻结崩溃。蝼蚁如终成气候，但仍要死。要死的是你，这片天地还轮不到你来主宰。顾晨心念一动，8鼎浮现，他的身影在8鼎光芒衬托下，与那庞大的黑暗主宰形成对峙之势。光与暗的界限在两者之间剧烈的扭曲碰撞。华夏阴魂，随我一战！这种级别的战斗，我们连旁观都如此艰难。老顾，顶住啊！顾晨将自身力量提升至极限，8鼎之力与华夏文明底蕴加持其身，各种名将的绝学信手拈来，融会贯通，与深渊主宰战得难分难解，一时间竟似不分高下。挣扎，徒劳，融入深渊。深渊主宰的力量仿佛无穷无尽，它代表着一个位面的负面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顾晨虽然战意滔天，8鼎依旧闪耀，但在那仿佛没有止境的黑暗浪潮冲击下，他的光芒范围开始被压缩，攻势也不如最初那般凌厉。顾晨，汝之文明，汝之气运，终将成为吾之食粮。战局开始向着不利于顾晨的方向倾斜。顾晨在深渊主宰无穷无尽的攻势下节节败退，8鼎光华愈发暗淡，联军的士气也随之跌入谷底。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一个威严而沉稳的声音如同洪钟大吕，在顾晨近乎枯竭的识海中炸响。赤儿，8鼎虽强，终非圆满，唯有9鼎归一，方能定鼎乾坤。第9鼎，扬州鼎，它在哪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他自始至终都在汝之体内，是汝穿越时空携来的人皇本源，是激活华夏之魂的根基。顾晨扶至心灵，内视极深，在灵魂最深处，一点温热如玉，蕴含着无穷生机与希望的碧绿光华，静静沉浮，其气息与扬州鼎一般无二。它一直存在，如同心脏般为他提供着最初的力量，却被他忽略了根源。原来如此，我即是鼎，鼎即是我，九州之力，今日当尽归吾身。垂死挣扎，九州归一，人皇临世。九鼎之力在他体内彻底融合，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股无法形容的璀璨光芒从顾晨身体的每一个毛孔中迸射出来。当光芒散去，顾晨悬立虚空，他依旧是那个青年，但眼眸中已承载了九州山河，万古岁月。周身不再有鼎影环绕，因为他自身已然成为了鼎的化身，是完整无缺的人皇。不可能，完整人皇道统，完整人皇临世。顾晨周身虽然不再有耀眼光华，却散发着润泽万物、重塑秩序的磅礴伟力。它仅仅是存在，就让周围狂暴的深渊能量变得温顺，混乱的法则开始归位。此地当有生机。言出法随，蕴含创造与秩序的人皇之力随着他的指尖流淌而出。创造，他在创造生命啊！我的个乖乖，这是造物主啊！顾晨的目光继而投向更远处，那些在黑暗中徘徊嘶吼的魔物，其中不少还残留着人类的轮廓。他眼中闪过一丝悲悯。迷途的同胞该醒了。一股温暖的波动以顾晨为中心，如同水波般荡漾开来，轻柔地扫过那些狰狞的魔物。我这是在哪？我不是已经……我们得救了！是人皇陛下！深渊主宰那庞大的由负面概念构成的身躯，在这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人皇之力面前，竟然开始不断蒸发、消散。不知毁灭，无知永恒，岂容光明玷污！深渊主宰疯狂地收缩着自身以及整个深渊残存的所有力量，凝聚成一颗极度内敛、漆黑到吞噬一切光线、蕴含着终极寂灭概念的恐怖能量球，朝着顾晨轰然射去。这是他赌上一切，意图与人皇同归于尽的灭世一击。黑暗终将逝去，希望永存人心。这一切是从蒙昧到开化，从原始到辉煌，属于地球人类文明的一切智慧、情感与精神结晶，它们汇聚成一道温暖、坚定、包容万象的文明之光。此光源于人心，传承万代，永不磨灭。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守护的东西。原来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么美。哇，好温暖，好像回家了。光芒继续扩散，照进了深渊最黑暗、最污秽的角落，照亮了每一个曾被绝望笼罩的灵魂。这是什么力量？为何无法理解，无法吞噬？伴随着深渊主宰的彻底消亡，那弥漫在整个深渊位面亘古存在的压抑与邪恶气息，如同退潮般迅速消散。黑暗已逝，光明长存。随着深渊主宰的彻底湮灭，其散播到无数世界的魔气与侵蚀失去了源头，开始如同退潮般迅速消散。以此界之名，法则归位，山河永固。在他浩瀚的力量下，被破坏的现实空间被快速修复，动荡的地脉恢复平静，连因战争而失衡的自然生态也开始加速恢复。此后，顾晨也并未建立任何王朝或称霸，而是与重建的全球议会合作，
将先进的修炼理念与科技结合，帮助文明在废墟上快速重建，建立起更为团结、高效的秩序。同时，他挥手间打开了数个稳定、散发着友好气息的星际传送门。根据人皇陛下指引，我们已与绿原星联邦、晨曦文明等多个友好高等文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最后，顾晨来到华夏中轴线上，挥手间9尊九州鼎自他体内飞出，化作9座古朴厚重的圣杯，与山川大地融为一体，永镇华夏气运。守护之责，龙家矢志不渝。小子们，练好本事，才能守护想守护的东西。力量应该用于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昔日的伙伴都已成长为新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石与栋梁。多年以后，世界已步入和平繁荣的新纪元。黎明时分，泰山之巅，云海翻腾，旭日将出，一切都安稳下来了。一道威严而带着欣慰之意的虚影，在顾晨另一侧缓缓凝聚，正是始皇嬴政。横扫六合，不过定一时之计。汝令文明火种不息，责备万代，以清除于蓝。多谢陛下昔日点拨。顾晨感受着体内与9州圣杯相连、浩瀚无边的人皇之力，以及世间万物传来的安宁而充满希望的祈愿。陛下的征程是统一6国，书同文，车同轨，奠定千秋基业。我的征程是守护脚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和其上的人们。但人皇的征程或许才刚刚开始。